大家好，我是 Hiker CP， 现在呢人在熟悉的小道路上，今天呢就要穿 Mount Coast， 非常的热啊，所以决定要带3罐水，是用这个 Comfortable 的背心，然后带了一些果胶、补给品、吃的东西，这样准备要上山。过年前的封关来爬五寮街啊，白线的地方去停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会选这个地方呢？比较轻松，只是想要找个地方爬。那想来想去，2025年是一个蛮变动震荡的一年，自己一些人生啊、想法啊，都有蛮多的转变。只是想要走一走，所以就又回到，因为我老家在三峡嘛，我是三峡人，这个山算是我小时候常来爬的一个山这样子。然后，你可以在这边做补给这样子。根本就是登山口，那这边上去会到一个 Ocean， 大家可能老观众知道，老屁股知道第一支 YouTube 拍摄的地点，那时候是夜爬这样子。这也是我的初心啊，会拍 YouTube 的第一支影片就是在五寮间拍摄的。今天呢，就是上去走一走，绕一绕，可能不会走以前的路线，会走另外一边比较远的地方绕下来。那边是我完全没走过，来了10几次，从来没走过这样子。26年，重新开始。Book。做记录，12点48。软烂的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出发这样。那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所以带了真的很多水。这次呢，应该是我第一次可能来五寮间没有使用登山杖这样子。今天有蛮多小事、琐事要跟大家分享这样子。五寮间一开就是陡上。没多久就踢乱拉绳，好，我现在非常喘，因为这2周重训的量都蛮大的，加上我真的是小时间没有做爬坡啊、越野、爬山的训练，这是蛮喘的。然后呢，这也是我第一次中午后才来爬，一般都是早上嘛，6点7点就要出发，所以像是日正当中的时间这样。小时候爸爸说过，他们以前登山社要去上百人纵走，就是会先来五寮间这边训练，背20公斤，抓3个小时绕一圈这样子，20公斤哦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要去纵走的，要重装的，早教山、要不然阳明山，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。火焰山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的方式，这样子。然后顺便练你的脚点、踩点、抓的感觉，然后负重、行走。因为我真的太久，本来不差就跑一下，12月太忙了，也就没有跑了这样子。所以今天算是来复健三峡市区北大，马上就来这个五寮间的大石头。那这很多人爬不上去啊，其实你可以走边边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居然是像个男人爬这里，虽然我现在很喘，不知道后面你来看着都觉得他越来越矮了。我有一天去北一段的人包分离，你会觉得他越来越矮，越来越不垂直这样子，有可能。好，我们就上去这样。好，正常，这边有脚，你可以踩，顺着绳上来之后，抓到1、2这个点，然后脚用力靠上去这样子。啊，这绳子非常的结实啊！著名景点小青头，没有到很累啊，但是就袅袅的。因为我现在还在过曼谷的时差，调整一下。在曼谷抓按太放松了，所以现在还是软趴趴的，调整一下。所以现在来五寮间。找回原本的硬度，找回原本的脚感。竹林啊，陡上。岔路，现地有一个红色箭头。有很多人问我说，高山到底要怎么去
看路线。对我必须说，30%-40%来自于事前的功课，你可以看 GP 或什么的，但有5-6成的机会是要看选题，因为路线一直在变。就讲八龙关西段崩了，乱七八糟的，要去判断。那能高现在云天宫嘛，所以那个路线被开出来了，那就是往上走，就不要再走下面的路了。这样子，虽然我们蛮长的，还是会去试走一下啦。对，因为八龙关西段以前也是说腰绕不能走，但我基本上每次去都是走腰绕。我是觉得还 OK， 以我的经验是可以通过的。这样。4号岔路，那从这里到这里，我们到峭壁雄峰，从这边下来，荒野级探险1.5而已啊。我觉得今天这样挺好的，很舒服。其实昨天就想要来爬山，但原本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，可是又觉得开车蛮累的，就想说啊，那不如找个近一点的，等一下又可以回家陪家人这样子。那因为25年实在是大起大落啊，有好有坏，收获很多，也失去很多，然后思考很多事情啊。登山这个部分，其实因为要比 FXT 的关系，所以我减少非常多的爬山的行程。真的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爬山的，而是时间的分配，因为你的时间有限，然后又是需要兼顾工作。当然，我不像其他可能是全职在做社群的，他们可以一直上山，一直拍一些影片这样。但我相信呢，他们有他们的压力跟困难。知心跟这一些创作者讲，是老生常谈啊，但我觉得要保持初心，所有事情都是由过而不及啊，所以一定要去适度的调整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个很难取舍，因为这某些层面是工作的一环。我会觉得说，哦，工作跟兴趣结合是一个很棒的事情，但我个人是持保留的态度啊。我觉得可以 match 一些，但不要 match 100%这样子。哎，说不定你生命中的另一半也是类似的道理，这样子。我觉得今天这样很好，没有工作，然后不是没有工作，今天休息，然后就直接自己个人移动来到五寮间，独攀五寮间加5爬这样。因为今天天气很好，都不会下雨这样，然后这条路又是非常非常熟悉的。那如果你想要开始训练独攀走过的路线，你就去独攀吧，做好准备，训练你自己在山上判断的能力跟经验这样。拿起来一套电话，工作电话，询问电话，工作上的问题，给一些建议。那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其实蛮多人会在后台问我登山的问题，基本上只要你非常非常客气有礼貌，问题写得很清楚，我都会回答这样子。当我有能力的时候，帮助大家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，我会因此得到一些满足感。这样，跟我遇到的一些问题，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回头路。这为什么我会介绍蛮多的东西啊，登山装备给大家，经验路线都是一些我以前犯过的一些小失误啊什么的，不希望大家再重蹈覆辙。施比受更有福。某些在未来的时候，你也会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，那可能人家就会更愿意来协助你。画得很清楚第一条30，第2条30，第3条无拉绳，这要去死吧这个啊，就是拉这2条拉绳下去这样 ，OK。这边以前呢是没有栏杆跟绳子的，所以真的有惧高症的话，希望各位行好。不要带有惧高症的朋友来五寮间，是真的会很害怕。废话，跟朋友说没有怕高的，带大家来这样子。
以及如果他的手相对比较美丽的，可能男生女生都有机会，手相对美丽的也不要来，因为要非常多拉绳啊。爬山的朋友，我一定会叫他们戴手套，这样会比较好抓。这样哦，像我这么粗的就没有关系。延续一下刚刚话题，要取得平衡，工作跟兴趣。我觉得那些在低谷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早日走出来。在去年体悟人生苦短，其实要好好把握你现在这个期间。你20岁、30岁、40岁做相同一件事情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想做的事，真的要赶快去做。想要玩百的，赶快去玩百。因为我没有那么想玩百，所以一直卡在92做。很多人说：“哎，怎么还不去？”因为我没有想了嘛。没有想我就没有动力，这样子努力工作存钱都是为了自由嘛。像我今天就觉得啊，我终于可以想要去哪就去哪，比较不会被绑住这样子，比较不会有太多的顾忌，这样我觉得这样就很快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自由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。去年也有蛮多很低落的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想办法克服，从磨难中去成长。这样爬山其实很鸟啊，很痛苦啊，很晒啊，晒伤嘛。手会脱皮，然后又不能洗澡，很臭，然后跟另一半吵架这样子。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们一个更好的人，从中去获得一些体悟，这样子。当然有些人不吃这一套嘛，他就不喜欢爬山。跟大家一样，喜欢爬山的人都是在享受这个过程。对，我真的觉得登顶没有这么重要。当然，我以前觉得登顶是对我来讲风雨无阻，我们就没有在看天气了。天气即使不好，我们到了还是要去。所以我觉得随着时间、经验、体悟，去做不同的调整。一些朋友你还在很迷惘的，希望你们赶快找到方向。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，工作、生活、你的梦想，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点，这样子。现在去你怕死的，就走左边。不对，走右边腰绕路。那如果想要去玩的峭壁雄风，我就走。好，那就是峭壁，就是峭壁啦，那种雄风，这蛮漂亮的。然后后面是独立峰，峭壁雄风这边2条30米，第一条中间有休息，第2条比较长没休息这样，所以建议新手可以走第1条，那想要比较快走第2条。那边其实有一个没绳子的地方，那个五寮街阿伯会走的。他们都会，这个周末都会有人巡水田，就固定站在这里教大家，站在这个头这样子教大家怎么走，然后他们就会没有绳子这样，我也不是很懂，鞋子真的很猛这样，大家不要轻易的学。这边是，以前这边是完全是没有绳子的，所以再次强调，你真的是有惧高症的朋友，真的不要害他，他会猝死。看，现在这边是很高啊，非常高，非常高，下面就是。非常高，东西不要乱丢，不要掉这样子。那边就是五寮街了，今天的地方。我们等一下会走另外一侧下去，然后没走过了，蛮期待的。OK， 那我们下去，出发 ，Go Go。下的有点狼狈，好，绳子没了，绳子没有了，不要乱抓，抓长的，尽量脚打直一点，往下长这样。我觉得还是不要拿脚了，自己有点害怕，不要拿脚下跪。好，下来，啊，蛮用力拉的，啊，哦，还有一个小段这样。
太胖过不去，所以大家不要太胖。哦，过来之后呢，又有一个岔路，那基本上我们都靠左边往高处走，这样子。OK， 往高处的尖尖嘛，才是五寮尖，一般都是往左边往上爬这样子。肌力训练很重要，不是只有练你的下肢，你的上肢也是要够有力这样子。OK， 训练你的上肢肌群。我们继续往上，现在还是非常热啊。我们现在已经爬了1个小时45，赶快去大茄东假崩休息 ，Go Go。6号，你可以下捷径。喝一包樱桃王 Recharge。不用泡啊，直接喝就好了，爽。曼谷回来必吃小老板海苔，咸啊，不辣这样子。当然我还有带电子胶囊，都要带，因为真的是蛮热的，还在过曼谷时差，太想念泰国食物这样子。如果现在可以来一碗啊，来一碗冬阴功，应该就够爽了。蛮好用的，跟这个一样好用。电解质建议1个小时到2个小时啊，看流汗量，还是要补补4颗，3到4颗。改版了，再破了，坚固耐操，硬啊，电解力 Plus， 含量很高的电解质，中藿胶囊，耐酸、耐乳酸，上坡的时候使用。对，秘密武器。带的东西，那行动电源，然后我还是带一个头灯这样备用的，带轻一点。我这是带 NU25 那是旧版的，对，旧版的，反正可以用就好了。电，我觉得电跟头灯是最重要，还有一件风雨衣。那其他我觉得都还好，这样子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行程，当然还是做好一些最坏的打算。如果真的摸黑下山，那你要头灯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吃了很多东西啊，整装。我们决定上这个茄冬树，左去右回。那我们应该左去，然后绕另外一边。下来就不走，以前都是会绕回来这边，然后走这边下去。茄冬树我觉得非常的很多情感的，因为每次来它都长不一样。那我记得上一次来是应该是台风后，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细。现在整个是 pocket 粗起来了，树真的是很有生命力啊！因为是从小时候看到现在，会有很多蛮特别的情感，这样莫名其妙对树有感情的实用民宿。去了蛮多次，很漂亮，好像对它没什么特别的情感，但对这个茄冬树无聊间我生长的故乡的这么特别的树这样子，对，之前台风很惨，它真的是快要断掉，我真的觉得它快挂了，有看到它长得很好，就觉得非常的开心这样。整装哦，这个实的背心，实的风雨衣，10升啊，10升哦，就非常够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要准备上去出发 ，Go Go。9号，9，要从这边上去，从这边下去这样。成功了啊！五寮间，这就是五寮间，对，因为这地方叫五寮啊，对，五寮产竹笋，所以如果有多一点时间，可以去下面采竹笋这样。五寮跟插脚，往里面插脚，那再往里面就是熊宫。哦，这个三峡在地人就会知道的一个地方，这样子非常适合大家来训练、交友、找另一半，测试他的真心，这样会不会照顾你，会不会放生你。会不会叫你自己走？这样累得半死还不鸟你这样，那就太适合当另一半这样。我会突然讲到这个，好，爬山也是一个很好来测试是不是要跟对方交往的一个行程。所以非常建议各位单身狗、各位单男单女们，可以约你喜欢的人来一起爬山。当然上次听到我朋友很惨，他没有约人家，但人家想要跟他来，结果出发10分钟被拉爆了，而且还只是爬老地方，这样男生没办法。
男女，我觉得我的信念里面就是男女不平等，所以男生你自己体能，我觉得要做好这样子。对，就这样。那今天爬山蛮爽的，蛮舒服，蛮自由，蛮自在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尿尿就尿尿。哦，想肚子痛，想拉屎就拉屎。不想跟别人讲话，我今天也不太跟别人讲话。既然我们都来到山顶了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业配一下关节肌力，西班牙专利蛋壳膜，还有500种的营养素，那比文献来说吸收的更快更有效果这样子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我已经用很久，3颗的蛋壳膜就有1500毫克的白氨酸，蛋白质用在肌肉的生长跟修复，因为它的分子更小啊，吸收更快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有时候快那么1咪咪，上颌就是要快那0.001就可以比别人快了所以分子更小，更好吸收肌肉的生长、恢复跟修复这样子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就非常适合运动选手、登山人，还有一些长辈或是一般人作为日常保健补充很好的来源。益维能关节肌力，这个也是我使用很久的补充品跟增补剂。这几年不管是登山啊、比赛啊、玩铁人三项啊、玩越野跑啊、爬纵走啊，其实我都会固定的使用，推荐给大家。这个拿来送给长辈自用都非常非常的适合这样子。最后欣赏一下五寮间的尖顶这样子，我真的是要晒伤了这样。那刚刚提到呢，就是男生请把你的体能给练好。这个不是说女生不用练啦，但是没办法，谁叫我们是多一根苦一身呢？多多的爬山充实自己啊，因为能爬就爬，然后玩百就玩百，天气好就出发，特休给他请假去。26年呢，约定好就是要至少爬20座百岳。我也给我自己一个期许，就是我在今年可以至少去20个山头这样子。百岳还不是其他山，是可以上。多上百岳这样子，可能会在今年去马博横断。这是我一个一直没有去的地方，因为当时走中央山脉探路的时候，我是有去过马力加南，我连马博拉斯都没上去，因为住在马博山屋嘛，我连马博拉斯都没上去，因为想说哇省点体力。那马力加南经过了2-3次这样子，因为是必经从探喜湾上来这样。那马博横断这4颗我一直没去过这样。如果你是还没走的，赶快私讯我。给我点动力，对我是很想去，但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提不起劲这样子。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啊，可以来这么 chill 的走这个行程，这样给身边很多的登山创作者一些鼓励。我觉得登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拍摄的运动项目，对，因为它天数很长，然后很吃体力这样子，然后要后置剪辑拍得很美很漂亮，其实非常的困难。把这些东西给拍得美美的，把自己拍得美美的，把自己拍得帅帅的，我就不需要了，因为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对，如果你想要 test 我要先是一个非常好test 的考场这样子，多多利用这个考场这样。那我们准备下这个方向，然后走另外一个方向回去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 ，Go Go。好，我今天这边有个梯子，往这边下。人家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，因为我完全没有走过这边下山过，就比想象中的好走，对，就蛮大条的下山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那天在 Trace 很多看到一个说，她一直叫她男友要带装备这样子，男友不听这样子。我是要去嘉明湖哦，我的经验就是蛮容易，我好像去每次都是发生高山症。我自己是还好，但我觉得每次都没有到很舒服。但我身边的朋友去的队友都高山症这样子，不想要花钱买东西，甚至穿牛仔裤就可以。嘉明湖穿牛仔裤不行啊，就是在做一个生命轻量化的过程。感觉这位老兄不听女友的话，做生命轻量化，这样台币都还没轻量化，生命就是轻量化了所以我们可以没有那个经验，他没办法想象山上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他觉得不需要的一些装备，我觉得会蛮危险的，所以还是奉劝各位多做功课。我不相信他去找嘉明湖，而且还冬天哦，冬季的穿戴装备会有人讲牛仔裤，绝对不可能。你只要做功课，问 ChatGPT， 就会有一个很大致上的轮廓可以去规范这样子。多久一个是一个。真的拜托你有经验的多跟他讲要怎么准备。我身边要去爬山来问我认识的人，我都会跟他讲的非常非常的仔细，帮他检视他要携带的装备，我会叫他拍给我看，这样就是为了他的安全这样子。当然是不希望大家上山出事，这条大路。这其实蛮酷的，有点像是百岳州中间2000的位置都林道，自秀有这种路啊，那个八通关有这种路啊，蛮不错的。我们家海拔就500多，就是这种终极山的路。
15，很多人15跟猫分不出来。15，你15吗？你看起来是猫哎。15，我知道这边有个遗迹，但我不知道这边还有一片哦，我从来不知道哎，这个看起来非常那个可怕。好，完攀架，我用一个身体呈 X 型的角度作为结尾。今天的这个无聊间呢，自由的起点，这是我第一支 YouTube 影片，然后在这几年期间，26年新的一年回来无聊间拍这一支影片送给大家。很多人问我说，怎么没有在爬山了，没有在拍片了，好不好？我这不是来的吗？是为了爬而爬，是我真的也想要爬山，所以我就上山拍片，上山爬山，这跟我的初心不变，我想要爬山，想要记录给大家一样。那就是我的身体动了，没有 X 型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Tiger CP， 我们下次山上见，拜。这 X 型脖子很酸呢，绕掉。